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说话不过脑子，从杨丞琳到白鹿，都为自己的草率发言付出代价。互联网时代造就出不少网络产物，也带领很多明星网红一夜爆红。但凡事都有双面性，有利也必有弊。在网络监管下，明星想要长久发展变得更加艰难。实力、外形都成为其次，最重要的就是网络敏感度。可对于名利的渴望，总会导致部分明星丧失本心，由于不懂得玩梗的艺术而当场翻车，最终导致形象口碑大打折扣，使得公众抵制。可谓是凭借一己之力将自己送入绝境。身为可爱教主，杨丞琳给公众留下的印象向来不错，只可惜后来的事实证明，外表可爱并不妨碍内心肮脏。仅仅是一场人数稀少的演唱会，就足以让她露出原形。偶像在台上歌唱，粉丝在台下亲吻，本是十分美好的画面，却被杨丞琳亲手打破。闻着八卦的味道，急忙赶到舞台中间，但多番询问都没能得到想要的回答。可能是觉得自己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他当场翻脸，借地域差异嘲讽大家：河南人不可以这样，你们有一些不好的名声在外请问杨丞琳是在办演唱会时候将脑子忘在后台了吗？明明是在郑州办活动，却敢公然嘲讽河南人。先不说言行是否尊重他人，这个举措都让人无法理解。台下的观众怎么可能容忍他有如此荒谬言行？难道他是不知道台下观众都是河南人吗？杨丞琳必然知道其中真相，只是从未将其当回事。早在8年事件中，大众就已看透他的真实面目。无论是国家还是他人的利益，对于杨丞琳而言都微不足道。他在意的仅仅是自己能否在内的顺利捞金。事情曝光后，杨丞琳并未第一时间采取道歉措施，反而在事情发酵无力转变时，才慌忙进行道歉回应。可即便是道歉，他却还是死性不改，将自己的侮辱性词汇转换为玩笑话。殊不知玩笑二字更是将其推入深渊中。若非真的不在意，也不会堂而皇之讲出来。无论是演唱会上的言行，还是后续的举措，都足以看出杨丞琳对内地观众的不尊重与不在意。于他而言，大家不过是捞金的工具而已。事情太过可笑，不仅引起网友的怒火，更使得众多官媒亲自下场点名批评。切勿产生地域歧视，更不应将无心当作借口。不知杨丞琳演艺生涯未来会如何发展，只希望网友们能记住此刻的屈辱教训，更不要让互联网的记忆就此消失。2022年底，世界杯的举办让大众陷入狂欢之中，可这种兴奋却被金晨的无脑举措彻底败坏兴致。卡塔尔王子的出现迅速在网络上成为热梗，而金晨就在此时出现，莫名其妙开始蹭流量，模仿饺子皮拍照玩梗，却引来众人的斥责。在世界杯观赛台上，大众不只看到头戴白金的王子富豪们，更注意到角落穿着黑袍的女孩，浑身上下只露出一双眼睛。这种特意装扮，正是源自于当地对女性的束缚与压迫。卡塔尔王子走红之时，伊朗女性正在自由抗争，可即便为此付出生命，他们的呼喊依旧没人放在心上。众人都在关注女性独立之时，金晨却在公开玩梗。他人以生命为代价，也要丢弃的头巾。金晨为博眼球，不惜主动戴上这层束缚，大张旗鼓向公众展示自己的愚蠢。恐怕也只有内娱明星能做出这种事。随着事情的发酵，金晨的评论区被骂声淹没，可他还是没察觉到自己的错误，
反而借此卖惨，将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认为网友为难自己。大众见此更是气得不成样子，无知者反成有理者。其实回顾金晨过往的奇葩事，他从来都是无耻性格。网友好心建议他整容过度，鼻尖嘴歪太过怪异，他却晒出童年照，表示网友多管闲事。但照片一对比，到底整没整，大家更是一目了然。对于恋情被拍，金晨更是阴阳怪气。久而久之，大众自然不愿容忍他的小脾气，而金晨也只能沦落到无人理睬的地步。每年的高考都算得上国家大事，众多明星也会亲自给考生录制加油视频，可好心的举措却表现出自己的无知，不知是品牌方的失误，还是工作室的无知。总之，白鹿对着高考表示100分加油，旁人手写信表示诚意，他却趁机拍广告赚钱。高考在即，却还想着蹭热度捞金，毫不用心的行为带来反噬也是活该。看似祝福，实则诅咒，家长学生都无法原谅。事后为挽回风评，白鹿只能亲笔写信表示歉意。可不管后续如何，当时对考生的伤害已经造成，而白鹿的无知也再次被迫显露在观众眼前。毕竟中专毕业没参加过高考，闹出笑话也能理解。一直以来，白鹿的没文化都是众所皆知的事情，而他也清楚自己的实力，便靠着外形和性格取胜。只是被粉丝吹上神坛，还是逐渐变得漂浮起来。前不久的颁奖典礼上，拿到奖项却还是诉苦，用词不当更是惹人嘲讽。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文化，翻车事件怕是还在后头。2000年才出一位的中戏校花，能看到她是你的福气。宝剑锋对女神的形容，足以表现出曾黎的惊人容貌。可容貌如此美颜的曾黎，为何出道多年都无法爆火？同学们都已成为圈内大咖，只有她碌碌无为，找不到出路。自小家境出众，使曾黎对名利追逐并不强烈。同学们都想办法出去拍戏，只有她老实学习。等到步入中年反应过来的时候，早已为时已晚。悔恨交加却又无能为力，曾黎只能靠着搞笑博取关注。和蹭流量王者赵露思认识后，曾黎庞佛打开新世界。在好友的带领下，靠着搞笑女人设在社交平台博取关注，沉浸在名气中彻底忘记分寸，最终造成尴尬局面也在意料之中。林俊杰特地学习的舞蹈，却被网友做成搞笑视频。看到流量的曾黎慌忙模仿，只为能给自己带来流量。谁料视频刚发出去，林俊杰就亲自下场警告众多网友。本想蹭流量的曾黎，就此陷入尴尬中，赶紧删除视频，假装此事没发生过。但网友早已保存下这段黑历史，对他人的尊重未免来得有些晚。经此一事，曾黎非但没有半分收敛，反而在搞笑视频的道路上更加猖狂，完全不考虑自己以后该如何与同事相处。恬不知耻的样子，确实是得到赵露思的真传。任何事物都有可能有滞后期，电视剧热梗也不例外。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10年后才在网上火起来。王宝钏挖野菜的热梗也随之火爆全网。面对迟来的热度，女主角还没吭声，剧里的渣男反而率先发图片蹭流量。但所有人都可以玩梗，唯有薛平贵不配。身为负心汉，对女主没有半分愧疚，言语间还有些引以为傲的模样，满不在乎的态度立马引起网友的嘲讽与指责。陈浩民也只能发布道歉声明，表示自己不配，但茶言茶语的模样却不足以让网友相信他。毕竟现实中的陈浩民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让妻子5年生4胎，多次婚内出轨，
事发之后还要连累怀孕的妻子出面道歉，戏里戏外都是渣男，却死活不知悔改，还敢明目张胆蹭热度，受到嘲讽也是活该。想要玩梗蹭流量，本是无可厚非之事，但其中关键必须把握得当，才能避免尴尬。不仅需要明星有知识储备、道德觉悟，更要有社会敏感度。唯有全部具备，才能避免冒犯到敏感问题和特殊群体。有些明星之所以玩梗失当，可能是因为没文化，也可能是出于内心的不在意，但归根到底都是认识不到位的责任。所以说到底，还是应该注意提升自我认知。